都非常好看。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小细节。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书套其实已经买错2次之类的，所以它里面有非常多对于人生的看法，然后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人类其实真的是很渺小的，真的是一个漫画柜耶，舒服。Lungs all the way up to the top. Sip in a little bit more air. Enjoy your breath. Try to keep the lips sealed for the remainder of practice. Try to extend as much as you can, as much length as you can from your right fingertips down to your left heel.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今天的天气又非常的好了，十分的开心。我通常呢都会趁天气好的时候拍片，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好险，我1个礼拜只需要出1支。然后呢，我今天也趁天气好的时候，刚起床就在我的顶楼做了一下，就是休闲的瑜伽。我就是看着网络上然后的教学，就有一些教学的影片。这个呢，其实是之前就是我们狗狗怎么一直吵啊？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之前鸟屎推荐给我的一个瑜伽的频道，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的，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瑜伽的训练方法，然后每一支影片呢，大概都是在40分钟上下左右，就是每一支影片大概都40分钟左右，不会太长，然后也不会太短，所以我就觉得拿来居家训练的话，就还蛮适合的。那如果大家也想要尝试着居家的瑜伽试试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频道就是你们也可以参考看看。但我觉得这个频道是比较适合有瑜伽基础的人，就是你可能有上过几堂课，然后有给老师正式的引导你的动作。因为首先这个频道是英文，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动作，如果你是听不太懂，就你的英文没有那么流利的话，你可能会没有办法照着他的引导做。所以最好是你本身就已经有一些瑜伽的经验，然后看他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就可以联想到说，哦，老师我在上实体课的时候，老师带领我说，我好像有做过这个，我的手应该要怎么动，或是怎样比较不容易受伤。
所以就是如果有瑜伽基础经验的同学，就蛮推荐这个频道，你就可以每天做一些自我训练。好，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再拖了。你们看我们后面这个书柜，它已经回来了。他已经回来了将近2周，然后因为这2周的时间呢，我们又遇到一件大事，什么事呢？就是《魔物猎人》发售。那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以前是游戏实况主嘛，那虽然没有再继续做实况的这个部分，但是内心还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游戏魂，所以我就是这个礼拜除了玩《魔物猎人》之外，我完全没有做其他的事情，真的有啦，我还是有去运动，然后什么的，但是我完全没有去。像我写日记也停摆了，之后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日记的一集。然后反正很多我平常会做的事情，然后我也没有看书，这几天也完全没有看。然后本来就也应该要整理这个书柜，就是把我的就是放在旁边的这些书，它绽放的那个地方，你们看到很乱，就应该也要把这些书给整理起来，但是。完全没有整理，所以呢，我就决定趁今天天气好，然后又可以拍一些东西，然后我就把这些书给整理起来，然后顺便推荐你们几本我非常喜欢到想要收藏的漫画。那我们就开始吧。然后我还有一些还没有拆封的，然后也还没有包书套的。这个是葬送的福利莲，然后这个我已经包好书套了。然后这个呢是药师少女，这个我还没包，所以我们应该要先来包一下书套。药师少女这本呢，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动漫画。因为它有漫画嘛，然后也有动画。应该说，这真的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看的作品，而且非常意外的。你看它的封面，好像很像是一种少女漫画的感觉，对不对？但我身边有非常多男生看了之后，也直接非常的入迷，就觉得哇，天哪，这个作品就也意外的太好看了吧，就会让你不停的想要看下去。那药师少女呢，主要就是在讲有一个少女，她精通药理。这位少女呢，本来是在花街里面当药师，然后专门帮忙一些在花街卖艺为生的女性们啊，然后帮他们治疗一些疾病啊，然后或者是帮他们制药，然后在阴错阳差之下呢，他就是跑到宫廷里面，然后在后宫里面呢发生一连串的故事，然后有悬疑推理啊，然后有很多什么命案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它其实是悬疑推理型的漫画，就是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悬疑推理的部分，所以有非常多的男生朋友也看了之后就都觉得非常喜欢，因为就常常它就是会有那种，例如说毒药使用合成的方式，本来 A 东西它是没有毒的，但是 A 结合 B 之后，哇，突然有毒性的，里面有非常多这种有的没得的毒发现场，然后整个故事节奏都蛮吸引人的，非常好看，推荐给大家。然后现在动画已经来到第2季了，所以如果都还没有看过的话，你就可以从第1季开始看到饱，然后你就会完全停不下来。然后你们看，因为我完全没有整理，我的书柜现在已经变成猫窝了。我的猫咪们有事没事的就会躺在那个书柜的里面，我觉得很北蓝，所以我真的是一定要赶快把它整理起来，不然好好的猫跳台都不躺了，连太阳都不晒了，然后跑去窝这个书柜干什么？真的是不知道哎。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书套其实已经买错2次，然后这次我自己是觉得，虽然就是看似是合，但是因为它可能因为书本的厚度比较厚，所以它就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它卡住书套的地方长度有一点不够，
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书套。就是你买的书，你想要帮它装一些书套的话，到底要如何确定它们的尺寸是多少？就是看它们的价钱。就是网络上呢都会帮你整理，我自己是看巴哈啦，就是有蛮多人整理每一本漫画不同的尺寸，因为决定漫画是贵还是便宜最大的因素就是它的印刷嘛。然后如果它印刷的越大本，那它一定就是价格会越贵。所以呢，通常就是看，例如说东立的，它可能有像我这个是有110块，有140块，就是现在有很多不同价格的漫画书本。那不同的价位呢，就代表它是不同的大小。它上面就会整理出哪一个价格是对应哪一个书籍大小的尺寸，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书本的价钱来去买正确的书套。像这个呢是东立的140块的漫画书，那它对应的就是185标准尺寸。然后一般的比较标准型的，我去拿一下，我的脚麻掉了。等一下，一般标准型的，像是福利连，它就是110块，标准型的话就是182。它其实大小没有差到很多，可是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书套不要买错，因为我就是买错了2次，然后觉得很阿杂。我包好了，终于超多的。好，包完了，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收集的这几套漫画。重点式的介绍啦，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收集他们的原因跟这一些故事大纲。地缚少年花子君，就大家以前小时候一定都有听过日本的怪谈，就是花子的鬼故事。然后花子呢，就是一个日本校园怪谈。花子呢会躲在校园的厕所里面，反正很可怕就对了，就是它是一个校园怪谈系列。但是这个花子君呢，它就有一点算是被改编，因为花子的设定本来是女学生，但是呢，它有点把它设定成就是那种昭和时代风格的男学生，然后变成了花子这样，所以就是一个地缚少年花子君。主要呢就是在讲一些校园怪谈，很多有的没的灵异事件。最主要的呢就是会有一个很普通的女学生，然后跟这个花子君一起去解决很多很棘手的灵异事件，然后也会挖掘出越来越多关于花子君的故事。因为大家其实都很想知道为什么花子君会待在那里，为什么会待在学校的厕所。然后里面其实有非常多鬼怪的小故事，都非常非常感人。会想要收藏这个漫画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它的画风超级好看，真的超级好看。它是一个就是那种昭和时代的这种复古的风格。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买漫画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老师跟编辑们非常用心的编排漫画。然后你看它的每一个集数的颜色都不一样，然后它每一个集数的编排都会觉得非常的用心，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漫画里面的这种细节。再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漫画的进度 always 比较快，漫画进度就是都会比动画快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看了动画，然后就会觉得不行，我等不了了，我没有办法等。然后除了你看它的漫画本身的设计之外，就连里面看这种书封书底都非常的好看，都非常好看。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小细节，而且漫画摆在书柜上也非常的好看，因为色彩很缤纷。再来呢，有几本是比较热门的作品，先讲这个好了，《胆大党》是上一季的新番。
就是因为我们动画是一季一季的来看嘛，就可能1到3月，然后4到6月之类，一季一季来看。然后它就是上一季的新番，然后它是主要也是讲校园，它是校园喜剧、微恋爱、怪谈、外星人、超能力、大乱斗的故事。然后重点是呢，每一个出现的角色，他的人物的风格都非常的鲜明，然后整体看起来非常的轻松又帅气。因为人物风格很鲜明嘛，所以它就会有各式各样。不行，这样讲下去会爆雷。总之非常的好看，有一点算另类王道番吗？总之就是刚刚这几个元素组合而成的大乱斗类型的热血漫画。这个胆大党呢，我也有电子书，我是先看了电子漫画版本，然后再看动画，然后后来就觉得不行，太好看了，我一定要再去买漫画。然后我又把漫画买到了最新，好看到这种程度，就是看了电子漫画，也看了动画版，然后再来纸本漫画，全部一次通通看完，超级喜欢。再来呢是这一本葬送的芙莉莲，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看，但是很多人有一点不习惯它的故事的节奏，所以就觉得没有那么有趣。那它主要是呢在讲异世界的勇者一行人在打完魔王之后的故事。那主角呢就是我们的芙莉莲，那他是一名妖精，那妖精种族呢，它就是比较长寿的类型，所以在勇者一行人他们打完魔王之后，过了好几十年，勇者一行人大家几乎都已经迈入了老年生活，甚至有人也已经离开了人世间，所以它里面就讲了非常多芙莉莲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人世间，人类是稍纵即逝的一个种族，就是人类存活的时间对他来说就是像是一眨眼一样，他就是眨个眼就这个人又不见了，所以他就是很常在旅途当中。我今天经过了 A 村庄，我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这个 A 村庄的人可能都已经死光了之类的，所以它里面有非常多对于人生的看法，然后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人类其实真的是很渺小的，然后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之类的描写，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都写得非常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可以先从动画开始，芙莉莲的动画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它的配乐真的是由那个匈牙利的交响乐团还是管弦乐团来负责它游戏的配乐，所以它整个那个中古世纪的风格都做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好。你就是真的好像是在听一个吟游诗人在说故事的感觉，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当然呢，可以有这么多漫画，就是也是要感谢东立，因为有一些其实是一开始他们提供给我的，然后还会说，那这个就是如果小美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推荐几本来给你看看这样子。然后所以有几本也是就是东立先提供给我，然后后续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惊为天人。像他们最近又有寄给我那个金牌得主，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作品，所以就也谢谢东立。介绍完之后，我就要把他们正式的放到书柜里面去，重头戏来了。这个真的很难，因为其实我很不会整理东西。OK， 首先呢，我觉得我应该要先把我的游戏片垫在后面，因为比较少会拿来拿去。应该可以这样子。先来放芙莉莲，喂咻，剩下的空间放一些零散的漫画，好喜欢，赞赞。
这一层我要来放超大本的阿基拉。阿基拉呢也是就是非常有名的老漫画，然后我觉得在现代社会要刻这一本可能有一点太hardcore，所以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要看没关系，就故事内容还蛮如果想要收藏的话，建议收藏，因为真的非常漂亮。真的是一个漫画柜耶，舒服。我的时间都花在这里啦。